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用电视剧更有效地学中文。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with drama and use your favorite shows to boost your fluency,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A lot of learners try to study Mandarin through dramas, but they don't actually improve because they are not using the right methods. In today's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teach you simple, practical strategies you can start using immediately to learn Mandarin from dramas much more efficiently.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you can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 anytime. And remember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看电视剧学中文不但很有趣，而且学习效果真的很好，因为有声音、有画面，加上角色之间的互动，这些内容会在你的大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电视剧里学到的生词比较能够记得久，不容易忘。以前要看中文电视剧不太容易，可能要等电视频道播放，或是需要买 DVD。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托 YouTube 的福，只要有稳定的网络连线，不管你人在美国、西班牙还是日本，都可以免费看到超多的中文电视剧，而且随时都能看，比以前方便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像一般人那样看剧，或是只顾着追剧的话，就算看完好几百集，你的中文也不会进步多少。在上一堂课里，我分享了为什么有些人看中文电视剧却学不到中文。今天这堂课，我要分享5个最有效的步骤，让你可以一边享受看剧的乐趣，一边有效地提升你的中文实力。第一个步骤，选择适合自己中文程度的电视剧。电视剧的题材那么多，该怎么挑呢？如果对科幻题材有兴趣，可以看科幻剧学中文吗？如果你只是想娱乐自己，当然可以完全按照兴趣选剧。但是如果你想看电视剧，提升你的中文词汇量，我建议你优先考虑难度。如果你的中文程度在中级 HSK 4以上，想要提升到高级，就需要累积大量的生活词汇。那你可以考虑看家庭剧，例如台湾电视剧《酸甜滋味》、一个屋檐下，
或是中国电视剧《家有儿女》《我爱我家》以及喜剧《爱情公寓》。这些家庭剧和喜剧的语速不会太快，台词都很生活化，可以学到大量的生活词汇，而且内容也很轻松有趣，适合大多数的中级学习者。更棒的是，这些中文电视剧都有自己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免费收看，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想学台湾的繁体中文，可以看《恶作剧之吻》、我可能不会爱你、想见你等台湾偶像剧。这些偶像剧里使用的方言不多，台词也比较生活化，很适合中级以上程度的学习者。如果你平常很忙，每天只能利用零碎的时间学习，那你可以选择看短剧，例如每集只有3分钟的中国地铁短剧《晴天日记》。如果你的程度还不到中级，我也很建议你从每集3分钟以下的短剧开始，会比较好上手。有人可能会问，我很喜欢中国历史，可以看古装历史剧学中文吗？如果你的中文程度还没达到高级，最好把时间花在提升你的词汇量。我不太建议你看历史剧学中文，因为古装历史剧里面用了大量的古代文言文。文言文就是好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使用的古文，现代人根本就不会用。如果你学了文言文，而且真的去使用它们，只会让你的中文听起来非常奇怪，很不自然。不过，如果你只是想娱乐自己，当然可以看。很多古装剧真的很好看，我自己也很爱看。第2个步骤，把中文字幕当成辅助。看中文电视剧的时候，要不要看字幕呢？如果你的目的是娱乐跟追剧，字幕当然很重要，不然剧情可能会看不懂。但是如果你想提升中文实力，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看英文字幕，也不要看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字幕。有需要才看中文字幕，而且同一集只看1次中文字幕，第2次以后最好关掉字幕，因为你看字幕的时候就不会专心听中文，而练习中文听力才是看剧学中文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中文字幕非常有帮助，但是它的作用是协助你理解内容，
不是让你一直依赖它。接下来我会教你怎么用中文字幕有效的学习。第3个步骤，一边看一边做功课。查字典做功课真的很辛苦，但这是你的中文词汇量能不能成长的关键。如果你真的想提升中文程度，就应该勤劳一点，把不懂的生词弄懂，勤做笔记，并且积极的用新单字练习造句。我的英文进步最快的时期，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吃完早餐就开始学英文，并勤查字典做功课。为了方便做功课，我用 Google Sheets 建立了词汇资料库，一方面节省时间，一方面也方便复习。你可以用我的 Google Sheets 词汇资料库范本，建立属于自己的中文词汇资料库。索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到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加入我的电子报，就能免费获得。善加利用中文字幕，可以节省大量做功课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中文电视剧都只有内嵌的中文字幕，很难复制来学习，而 AI 生成的字幕也不会100%准确，还要自己花时间校对。最省时又省力的方法，就是利用官方提供的 CC 字幕，像台湾电视剧酸甜之味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就有提供，对学习者非常友善。我建议你可以先搭配中文字幕，专心看一遍剧情，享受故事。理解剧情以后，就该做功课了。把不懂的生词弄懂以后，就可以关掉字幕，重复看或听第2遍、第3遍，并且专心的听母语者的中文发音。如果你能把一集重复看或听50次以上，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中文听力进步超级多，而且会有一种天哪，我真的都听得懂呢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一定会让你越学越有动力。第4个步骤，重复不断的复习，练习听力。你学母语的时候，就是把同样的内容听了非常多次，在不知不觉中就记了起来。我建议你用同样的方法去重复听看过的中文电视剧。这么做不但可以复习学过的生词，也能顺便训练听力。你可以把电视剧影片转换成 MP3 音档，并且把档案存放在手机里，利用开车、通勤、运动、
做家事等碎片时间重复的听，不断的复习学过的内容。如果你能坚持这么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中文听力进步非常多。相信我，因为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大幅改善了我的英文听力。第5个步骤，模仿加口说练习。当你熟悉一集电视剧的内容以后，就可以开始模仿。你可以找一位喜欢的演员，仔细听他的中文，用跟读法模仿他说话的口音。很多发音接近母语者的学习者，都是靠跟读法改善发音的。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口说更自然，更像母语者，一定要试试看跟读法。我在第30集的节目里分享了跟读法详细的使用方式，你可以参考看看。如果你能按照今天我分享的步骤，每个礼拜都看1集电视剧学中文，并且确实做功课，你的中文一定会进步神速。你有没有很喜欢的中文电视剧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也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分享，让这堂课可以帮助更多的中文学习者。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